这是我见过最疯狂的捕鱼人了。男人将超网没入河中，河中渔获瞬间炸开了花。这是超网自带的一种魅力。凡是被超网诱惑住的渔获都甘愿低下昂贵的投入，还没被诱惑至晕的鱼儿会瞬间从中游开。但又由于超网的魅力太大，以致他们不得不在水中翩翩起舞。比超网还大的鱼儿，他们不得不用手去捕捉。就算是翻起肚皮的鱼儿都要逃离此地。这里的鱼类资源确实不错，1分钟不到就抓到了7、8条体型不错的巴沙鱼，准备好的编织袋就可以打包上岸。这里不是鱼塘，也没那么多剧本，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河流，岸上早已有人接应。渔民再次将超网没入河中，让河中渔获再次感受超网自带的魅力。当然，这里的渔获聚集是有原因的，水泥柱上方正是公共厕所，来自人类排泄出来的天然饲料吸引大量的巴沙鱼聚集此地。凡是诱惑至晕的渔获，他们只能用手去捕捉。船上另一位渔民会进行平衡船只，以免船只侧翻。这里是越南境内的合法捕鱼区，这种技术并不是每个地区都可以使用的，在国内是明令禁止的，请勿模仿。一旦被超网诱惑至晕的鱼儿都会沉入河底，渔获比超网还大的超网，此时只能当作摆设。想要把渔获抓入船舱内，只能用手去捕捉。在较远处的渔获，只能用超网进行协助。这里的巴沙鱼每一条体型都在5、6斤左右，平衡船只的渔民也要帮忙协助。河中水质看起来非常脏，其实里面富含了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质，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是非常的丰富。被诱惑至晕的渔获会出现呼吸困难，同时也会对鱼的身体各项机能造成不可逆的破坏。4条体型不错的巴沙鱼又被他们打包回岸，在船只另一侧，他们继续用超网进行诱惑。河中的渔获瞬间炸开了花，几秒钟过后就归于平静。这里的资源让我想起了70、80年代的我们，曾经我们的鱼类资源也像他们那样丰富，现如今已经不复存在。超网自带的魅力会对河中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，当然人类的一些合成化工原料对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也会造成危害，很多物种都被逼到了绝境。失去挣扎的鱼儿基本上沉入河底，渔民只好用手在河中进行摸索。被诱惑至晕的渔获，身体也会出现抽搐和呼吸困难的现象，很快他们就直接选择躺平在船舱里。这里的鱼类资源让他们抓到手软，比起在市场里买来的鱼还要快，几分钟左右又装满了半个船舱。刚开局那一刻，瞬间让河中的渔获跳起舞来。河中渔获内心非常的疑惑，超网竟然有如此的魅力，能让自己在水中翩翩起舞。渔民仗着自己有科技的加持，也开始肆无忌惮地进行捞鱼。一旦沉醉于超网魅力的渔获便躺平在水中，挣扎没几下后便归于平静。这是超网自带的一种魅力，也是现代科技的一种力量。渔民便可以直接下水捡鱼，这种捡鱼的快乐让渔民也笑开了花。等鱼儿清醒过后，抓起鱼来就变得困难起来。就算在咸淡水交接区域的河流中，他们也用到了这种超网。一条尖嘴鱼打着板板投入超网的怀抱中，一人在前方拿着科技加持的超网，一人在后方直接用超网捞鱼。在2人的配合下，捞起鱼来更加方便快捷。就算自带魅力的超网错过了渔获，后方的超网也会进行拦截。小鱼小虾也是他们捕捉的对象。超网所到之处，鱼儿纷纷跳出水来，几秒钟后便进入网兜内。在阴暗的流域处，经常会有大鱼小虾藏在其中休息觅食。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，大鱼小虾都坚挺不到几秒钟就选择躺平，比超网还小的鱼就可以直接捞起。在杂草丛生的区域，捞起鱼来就比较麻烦，渔民只好下水进行捕捉。被诱惑至晕的渔获搜索起来也是比较方便，抓上来发现是一条大鲶鱼，把它放入船舱内，继续在阴暗处搜索。一轮搜索过后，竟然只收获了一条小鱼，而大鱼却直接沉入水底。渔民只好下水查找，搜索一番后竟然啥都没有，拿着超网在枯木底下来回掏。很快，一条海鲜瞬间被迷惑。此时并不大的超网也发挥它的作用，一条比巴掌还大的海鲜就到手了。继续在阴暗的草丛中进行搜索，不一会儿，2条大鱼就躺平在超网中。进入船舱内的2条大鱼时不时也抽搐起来。凡是被超网诱惑住的鱼儿，蹦跶不到几秒钟就直接选择躺平。凭借超网的魅力，河中的大鱼小虾都被他们捞了个遍。超网所到之处，河中渔获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原地打起板板。超网凭借科技的加持，河中渔获也甘愿沉醉其中，在超网的护送下直接送入网兜内，整个网兜被渔获霸占了。可见这条鱼确实大，在超网的护送下才勉强进入船舱内。这种自带魅力的超网捞起鱼来方便快捷，在超网1米范围内的大鱼小虾都无法逃脱超网的诱惑。再次提醒大家，这种捕鱼方法在国内是明令禁止，
不要以身试法。虽然国外在使用，但很快也会被禁止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